一直有个困惑，我们工作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消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挣的没有花的多，到头来钱越来越少，负债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穷。工作、消费、贫穷就像是个死循环。前段流行一个新词汇新穷人，就是表面光鲜亮丽，高学历、高收入，当然也高消费，工作年限越来越长，卡上存款一点没涨，甚至是债台高筑，拆东墙补西墙。被说中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其实新穷人这个概念来自于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他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不仅通过社会地位、生产关系划定了新穷人的标准，还把工作、消费、贫穷三者的关系阐述得鞭辟入里。今天咱们就聊聊这本豆瓣8.2分的社会学著作。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蒸汽机出现后的工业社会早期，那时候工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人们在农业社会一直是家庭作坊的形式，张三打铁，李四织布，摊子虽小那也是事业啊，自己的每一份劳动收益都是可见的，所以有价值感和成就感。现在要把人从家里拉到原型监狱一样的大厂房里，干什么活什么时候干，拿多少钱都得听别人的，这搁谁都不愿意，对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伦理就出现了。工作伦理本质上就是一条戒律，就是说工作即正义，不工作不仅是不道德的，还是一种罪恶。当然这个工作必须是被认同的，就是在工厂主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下，拿劳动换报酬的工作。上层阶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劳动者教导成只服从不思考的工作机器，什么人权、自由、个性，这些平时被赞扬的人类美德，到了劳动者身上就变成了罪恶。鲍曼觉得工作伦理发挥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解决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把工作性质上升到伦理层面，很好的约束了人们，让他们服从新的工厂制度。但人是有惰性的，为自己干跟为别人干终归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一些不愿意工作的人还把希望寄托于社会救济。工作伦理继而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给人们灌输一种概念，就是你想要拿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没问题，只要你服从管理多干活就行了，也就是奉行绩效原则。在增量时代这招也确实行得通。大棒就比较极端了，他不管什么精神上的启蒙或者思想上的改造，也不指望原型监狱里的囚徒会爱上工作，而是索性不给他们选择，不工作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得不到。另外薪水降得足够低，今天挣的钱只够买今天的馒头，明天不工作就得饿肚子。就这样，资本家通过工作伦理把不合理的要求变成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人们改掉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机器。而且不管生活多悲惨，只要是通过工作换来的，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鲍曼把这个时期称为生产者社会，工作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但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科技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我们已经从物质短缺的增量时代过渡到了物质过剩的存量时代，精简成了新的行业标准，人效成了企业的目标。人们发现工作的上升空间变窄，想通过干更多活获取更多的报酬已经行不通了，而且科技越是进步，自己就越有可能被淘汰掉，人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之前那套工作伦理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已经动摇了。存量时代的目标是消耗，而消耗就是吃穿用度这些消费行为，所以鲍曼把现在定义为消费者社会。跟生产者社会通过社会分工来塑造其成员的方式不同，消费者社会要求人们以消费能力和意愿参与其中，就是说幸福生活不在流水线上了，而是在超级市场里。谁能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任意挑选不断购买，谁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消费的越多，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也就越幸福。消费者社会的高明在于，每个参与其中的消费者都觉得自己掌控了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生产者社会定下的规则到这里已经没有了规则。工作伦理学演变成了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消费美学，每个人都从被操纵的棋子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我们也能发现，现在人们获取社会认同的手段都是通过我拥有什么，我买得起什么这些消费层面上的。消费市场也为了这个目的变得复杂而又灵活。为了保持消费激情，分期信用卡这些即时满足的手段就出现了。为了刺激消费欲望，频繁更新换代、联名款、限量款这些产品也被制造出来。为了缩短购买周期，一些消费品还使用了计划报废策略，所以过去的东西是人没它还在，现在的东西3天就得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张三今天买个包，李四明天做个脸，还有层出不穷的潮流，比如网红景点、潮牌联名、手办盲盒、冲浪露营等等。小伙伴可能会说，没钱理性消费就好，但理性的度是会变的。你看到自己觉得很贵的商品烂大街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省了，觉得是不是应该适当享受一下生活。再加上朋友圈、小红书各种晒图打卡，你会有一种脱离了社会圈子的感觉，
觉得自己被社会道德鄙视和抛弃了，没办法获取社会认同，没办法体验正常生活了。你看，以前是谁工作谁骄傲，现在是谁有能力消费谁骄傲。反过来，以前没有工作被社会道德鄙视，生活悲惨的人被称为穷人，而现在是没有能力消费，或者在消费行为上选择性比较少的人被称为新穷人。贫穷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它也是一种羞愧感和负罪感的心理状态。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你开始想要拼命工作换取更多的报酬，虽然你也不清楚这能不能带来更多报酬，但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慢慢的就卷起来了。所以新穷人承受着工作和消费的双重压力，不工作会被社会道德鄙视，工作了不消费还是被鄙视，结果就是挣钱花钱再挣钱，挣得多花的也多。在消费者社会，工作虽然不再是自我构建的轴心，但也没有被弃如敝履，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劳动力过剩就意味着工厂企业有更多选择权，不用要求员工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个职位都有一大批人竞争，你不干别人就干，也不用去监督约束或者画饼，因为越来越卷的环境无形中给了他们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就是天方夜谭。灵活性劳动代替了铁饭碗，滚动合同代替了工作保障，而这个灵活性更像是被美化后的描述，它更多代表着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看不到的未来。其次，工作也跟其他活动一样，需要受到美学的审视。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的说，任何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没有高低贵贱，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但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就不同了，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一些高大上的、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才能产生成就感，才会被追捧，而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工作就是没有价值的苦差事。什么才叫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呢？鲍曼给了几个标准：一、必须是有趣的，就是工作本身就能带来快乐；二、富有创造性的，充满激情，并且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三、能够自我实现的，就是能够带来骄傲、自尊、荣誉，能够作为生活的核心。很明显，这种工作一天24小时投身其中也不会觉得痛苦。当然也很明显，在新穷人群体中根本找不到，他们是成功企业家的专属，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杰夫贝佐斯、埃隆马斯克。在消费者社会，他们只负责不断创造让人们不断消费的东西。最后，失业这个概念也随着每一次经济周期的轮回发生着变化。一般我们觉得失业是经济放缓的暂时表现，过了这段时间，工作就纷至沓来，所有人都能充分就业。但鲍曼发现，就业水平从来没有在连续萧条之后恢复过，再加上经济发展之路转向了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更多的工作，这种无情的累加推动了范式转变的产生，失业就逐渐被过剩取代了。跟失业不同，过剩就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鲍曼对这一现象批判的更为直白，过剩的人没法增加社会财富，增加的只是社会负担，仿佛在消费者社会没了他们，经济反而会更好，所以他们会一直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结果就是新穷人努力做着不符合美学的工作，力求在消费市场上有更多选择，获取社会认同，但收入不稳定，收支不平衡，让他们没办法在工作上有更多话语权，只能忍受高强度的加班、领导的压榨。毕竟一旦失业就可能沦为过剩的人，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同事抱怨辞职不干了，但真正敢把辞职信扔到老板脸上的寥寥无几。书中的最后一章是新穷人的前景，但25页的内容更像是鲍曼出于人道主义的温情流露。显然从社会层面上很难找到唯一的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从个人层面上做出一些改变。哲学家卡尔·布莱尼说过，理解自己所受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接受消费者社会，接受人和消费品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时刻保持警觉和质疑的态度，才有独立自主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必把生活过得浮躁，欲望是无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二者的落差就是沮丧、焦虑、不愉快的根本原因。艾比克泰德说，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从外界转向内心，穿过物质的海洋，寻找真正重要的东西。另外，要摆脱新穷人这个道德绑架式的定义，我们还需要提升自我价值感，就是自己先重视自己，做到自信、自尊、自强。我们要意识到，获得别人的尊重并不是只有消费这一个途径，一个人的才能、人格、修养同样能得到社会重视。最后还想说，工作也好，消费也好，他们都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心灵奇旅中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殊不知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让你掏空钱包变成光棍的节日又双若琢到了，很多小伙伴早就把宝贝加入到购物车，准备拼手速了。不过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我是不建议因为价格让利而去冲动消费的，毕竟使用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能发现很多消费品早已脱离了使用本质，加上一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或者功能，
然后价格翻1倍，内卷现象没比咱们差到哪去。好吧，我承认没钱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我摸了摸裤兜，真的比脸还干净。不过没关系，一些现象咱们还是可以吐槽一下。今天咱们就聊聊家电界的内卷现象。有些商品不是为了使用体验，而是颠覆三观，所以尽量不要冲动消费，交织上税。1. 炒菜机，内卷指数3星半。从炒菜机的基本结构来看，就是一个温度更高、内置搅拌功能的电饭煲。不开玩笑的说，运作起来跟洗衣机和搅拌车的原理差不多。不会做饭的人也知道，炒菜要翻炒、颠炒，而炒菜机只能通过搅拌浆来回搅，它不管你粘不粘锅、几人份的菜，总之就是按照设定时间搅和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叫它搅菜机才对。如果你是为了节省时间买一台炒菜机，可能会失望了。经常做饭的都知道，炒菜炒的环节并不耗时，最花时间的是准备食材。摘菜、洗菜、削皮、切丝、腌制这些过程，而且并不是说把菜扔进去你就可以坐等吃饭了，你要中途加调料，看看有没有粘锅。另外有时候菜还不熟，需要你再手动处理一下。这哪是智能炒菜机啊，分明是个智障。最后因为搅拌浆的影响，刷锅的时候你会更抓狂。我一个朋友之前买的，用了1个星期就吃灰了。他说原本以为买了个帮手，结果买了个大爷。即便再高端的炒菜机，也只能把菜做到能吃，别指望色香味俱全。任何一个小白花上半个小时，做上2次，就能把家常菜做得比它好吃。2. 大屏冰箱，内卷指数4星。这里是说带显示屏的冰箱啊，据说有海量菜谱，还可以刷剧、网购、听音乐，让厨房时间变得更精彩。冰箱竟然也跟手机、电视竞争了，我是怎么都想不到，什么剧能让我站在冰箱前看完，什么东西非得通过冰箱去抢。碎片化时间已经稀碎了，连做饭的时间都不放过，真担心哪天看冰箱着迷，锅糊了都不知道。用过的朋友应该了解，只要屏幕联网就会经常推送广告，合着我花了更多的钱就是为了多看点广告吗？食补功能可能还有点用处，但仔细一想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手机一搜就有了，放在旁边就能边学边做了。而冰箱可不一定放在灶台旁边，有些是放在客厅的，总不能两头跑吧。其实冰箱从制冷到风冷，解决不结冰、不串味儿，能够尽可能的长时间冷冻保鲜，才是正儿八经的升级。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只能说是内卷高手。3. 可旋转电视，内卷指数4星半。没错，就是可旋转的电视，听起来就玄乎，对吧？旋转电视本意是用来看手机上的直播短视频，但从视距来看，坐在3米开外看电视，跟你平常看大屏手机差不多，而且你也不能在电视上操作点赞，对吧？当然，如果它能转快点，当个电风扇也行。这项目我投了。其实电视的功能就是观看，而决定观看体验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屏幕、画面、音效。比如屏幕要看分辨率、亮度、色域、背光方式、刷新频率和材质这些方面。分辨率决定了画面细节，刷新率决定了视频的流畅度。经常看球赛或者打游戏的小伙伴感受会强一些。画面就看运动补偿、HDR 这些参数。说这些的目的是升级这些方面才是用心做电视。所以我们看一些品牌的电视，表面平平无奇，但价格贵了好几倍，就是这个原因。4. 食物烘干机，内卷指数5星。不是衣物烘干机，是食物烘干机。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在想，哪些食物需要烘干吃呢？烘干的目的是什么呢？更脆一些吗？看到介绍之后，我发现自己 out 了，原来是为了做水果干、蔬菜干、肉干之类的。但其实市面上销售的一些果蔬干是冻干技术，就是冻结食物，然后让食物中的固态水直接升华。这样做不会让蛋白质变性，也不会影响微生物和酶的作用。而烘干机就是单纯的加热，让食物中的水分蒸发掉。这样做导致一些食物发生氧化，有些热敏性物质，比如蛋白质、维生素会发生变性，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有些食物烘干机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厨房停了一辆拖拉机。所以想要用烘干机做成果蔬干随身携带，随时补充维生素的，就要慎重考虑下，不如直接去买成品。5. 低糖脱脂电饭煲，内卷指数4星。号称对三高人群友好的电饭煲，敞开吃不用担心高血糖。米饭的含量非常高，在70%到80%之间，所以医生都会建议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高的人不要吃米饭。但是对于以米饭为主食的人们来说，不能吃米饭简直就是一种惩罚。所以低糖脱脂电饭煲就来了。低糖脱脂电饭煲其实就是反复粒米，煮一会儿倒掉一部分米汤，再继续煮。不过米饭就是淀粉类物质，而淀粉就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连接而成的大分子。淀粉根据分子结构不同，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水溶性强，消化快，吃完血糖上升快；直链淀粉消化速度慢，血糖上升也慢。即便把一部分溶解在米汤里的直链淀粉倒掉了，剩余的淀粉吃到体内还是会转换成葡萄糖。另外一些商家可能会偷换概念，把降糖说成是降血糖，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再加上这种电饭煲会损失多酚、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所以真要减肥或者是三高人群，最好还是少吃米饭，或者用粗粮代替。6. 臭氧消毒洗菜机，内卷指数5星。
动辄上千的臭氧消毒洗菜机，网上竟然有人30块 DIY 出来了。不是网友太强大，而是这种东西门槛并不高。它的原理就是通过释放臭氧气体，把臭氧溶解到水里，氧化分解农药。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确可以清除一部分食材表面的农药，但是对食材内的农药无效，对重金属和激素也同样无效。另外有2个副作用，第一个是臭氧兑水消毒后与水中的溴化物发生反应，会产生2B致癌物质溴酸盐，不过高温就能分解掉，这个还好。另外一个就比较尴尬了，就是没有溶解到水中的臭氧跑到空气中会形成一定的氮氧化物。人的臭氧安全接触值是 0.05 ppm， 但一般使用臭氧洗菜机之后，空气中的臭氧浓度会超标，对人的肺部、眼睛、中枢神经系统都会有伤害，所以要么过半个小时再去厨房，要么杀敌500，自损1000。其实焯水对蔬菜农药的去除率就已经很高了，因为大部分农药高温后就会分解，所以用开水烫1-2分钟就可以了。另外一些水果能去皮的去皮，不能去皮的就用小苏打水、淘米水多洗几遍就可以了。当然提到这些商品并不是说就一定不能买，我相信每一款产品研发出来都是经过市场分析的，也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有相应的痛点和需求的。因为我个人一向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介入其他工具。大哥你是了解我的，以我的习惯，万事不求人。另外我更看重商品本身的使用属性，洗衣机就是洗衣服，洗得干净比啥都强。你要是加个音乐功能，加个看片功能，多少有点不务正业，对吧？最后如果是真的有需求，完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买，毕竟比平常要便宜很多，能省则省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上学那会儿，别人学我也在学，他们敢熬夜，我就敢通宵。结果一考试，人家130，我83。上班了也是一样，太阳不下山，我就不下班；地球不重启，我就不休息。结果人家升职加薪，我连温饱都费劲。为什么呢？大家都是一天24小时，都是有着高智商的人类，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假性勤奋，或者叫无效努力的话题。就是有一些人基本不会拖延，事儿来了马上就干，感觉很忙很努力，但是别人努力的结果都是看上去毫不费力，他们努力却像毫没费力的样子。下面咱们看看假性勤奋的4种表现，小伙伴们也可以对号入座，说中了也不要紧。今天的视频可以让你摆脱假性勤奋，变成高效努力的大神。1. 避重就轻，重复简单环节。要考试了，我一个同学准备复习英语，但是越看越瞌睡，想想还是算了，毕竟自己擅长的是数学，数学多考几分补回来就好了，转而去做数学题。考试结果出来，看着不及格的英语自我安慰，局部缺陷不影响整体。很多人喜欢避重就轻，挑自己喜欢做的、擅长做的，在舒适区内努力，其实只是简单的重复，对结果影响不大。而且这种行为会让我们不断的逃避困难，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比如想扩充知识面，经管类、文学类的书看不下去，就去看小说传记；小说传记也看不下去，就去看网上的鸡汤。我以前还欺骗自己，看多了都一样，现在想想脸打得生疼。2. 自我感动，沉迷表面假象，稍微努力一下，就感觉自己在拼命一样。去图书馆看了一上午书，下午必须打游戏犒劳一下自己。减肥稍微掉了2两肉，那必须自助火锅可劲造。沉迷已经成功了一半的假象，并不是什么好事儿，相反会很大程度的阻碍我们继续努力。学英语，我下了很多 app，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健身，跑鞋准备好，健身卡充起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之前因为想学摄影，特意买了单反，现在都放受潮了，我连光圈快门都没整明白。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对吧？行百里者半九十，没有质的效果，一切都是零。真正努力的人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简单直接就是干。3. 低效努力，拒绝优化方法。很多企业家喜欢吹捧自己创业多么努力，说年轻人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怪不得成功学没人学了，那真是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废话。脱离方法谈努力就是不切实际。一些人把10000小时法则当成真理，认为不管学什么，凑够10000小时就能成为专家。但努力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和天真的练习，刻意练习把这种努力描述为基本上只是反复的做某件事儿，并指望只靠这种反复就能提高表现和水平。还拿上学那会儿来说，一些学生做题不会总结规律，所以换了题干就需要重新思考，而学霸呢会把这些归为同一类题，碰到了只需要套公式就可以了，效率和正确率自然高很多。
4缺失管理，浪费时间精力。咱们来看看虚假勤奋的人的一天。早上醒来，计划把 PPT 改一改，刚坐下，手机弹了个消息，某某明星被朝阳区群众举报干坏事了。这个瓜逼得是啊！然后顺便把微信消息和邮件回复了一下，一上午就过去了。吃完饭总该老老实实做 PPT 了吧？发现没有思路，又找资料、翻文档、处理杂事儿，跟同事聊天，一下午又过去了。看上去也在忙，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咱们把这些事儿放到时间管理4象限理一理啊。不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回微信吃瓜跟同事聊天花了3个小时；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回邮件花了1个小时；不重要但紧急的事儿，找资料处理杂事儿2个小时；最重要且紧急的 PPT 其实2个小时都不到。就好比一个电影，配角表现抢眼，直接把主角给干死了，这就离谱了，对吧？其实从上面4个表现，我们就能发现问题，也知道该如何去改变。但如果单纯的说要进行时间管理，要优化方法，提高效率，好像又不太能解决根本问题。下面咱们就用3个步骤系统的分析改变的底层逻辑。以前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质疑里面的布局：1楼是专柜，2楼是日用百货，3楼才是最常买的食材。我买个酱油都得绕一大圈，后来每次去超市都推着一车东西出来。有次只是去买点纸，结果被推销了一个店名称，我才知道这是高手。我们做事儿也是一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不停的给你绕圈子。所以紧盯目标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咱们要以终为始，确定主线，可以按这样一个步骤来：1. 以目标为终点向前倒推，就像游戏的关卡一样，然后确定每个关卡的主线任务。2. 确定每个阶段需要做的支线任务，就是你过这一关需要什么装备，但是要注意支线只是为主线服务，目的还是要过关。3. 整个流程大致明确之后，就开始在新手村练习吧。不过这次你已经拿到了游戏攻略，不会再盲目打怪了。别让无效努力毁掉你的作者克里斯贝利，他提出了高效的3个要素：时间、能量、注意力。1. 时间管理。第一个方法是砍掉不重要的事项，只保留3个。我们可以根据主线任务列出1个月最重要的3个任务，同时拆解为每周每天最重要的3个任务。其实咱们80%的成绩往往都是由1-2个重要工作决定的，所以3个任务基本能涵盖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不用便签也能轻松记住。第二个方法是找到自己的生理黄金时间，就是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记忆力最好，哪个时间段思维活跃，用这些时间处理对能力要求不同的事情。比如我会在上午写稿子，晚上做视频，这个需要自己测试，找到符合自己的最佳节奏。状态不好的时间就用来处理不重要的琐事儿。2. 能量管理。有了能量你才能放大招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些人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结果能量都用在了熬夜上。大脑只占身体比重的3%左右，但是却消耗20%的能量，能量不足自然带不动这个 CPU 啊。能量管理的方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没有在意。A. 合理饮食，多喝水，喝红牛都没多喝水有用。B. 适当运动，在运动时你的大脑会释放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新习惯的脑神经回路的形成很有帮助。C. 充足睡眠，脑脊液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流入大脑，清除大脑内的代谢物质，是正儿八经的洗脑。3. 注意力管理。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注意力由3部分构成：中央执行系统位于我们大脑中的前额皮层处，负责思考和计划；焦点就是注意力聚焦在当前任务的能力，提高效率；意识察觉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什么，避免干扰。只有在只做一件事的时候，中央执行系统模式才会启动，然后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务，另外尽可能避免一切干扰，比如关掉手机，去图书馆，这样你的意识才会更专注。刻意练习中提到的刻意练习，我觉得是非常强大的学习方法之一。除了目标和专注之外，刻意练习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符合这些特点的练习一定会事半功倍。A. 每一步都有反馈，一方面就像打卡一样提高成就感，另外一方面可以检测哪些地方有缺陷，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升。B. 走出舒适区，开5年出租车也不会成为车手，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对自己有难度的事情才是刻意练习。在舒适区练习1万小时，也只能代表我能，而不是我有能力。C. 能产生心理表征。心理表征就是你大脑思考任何事情时的心理结构，或具体或抽象，而心理表征的质量和数量就是高手与普通人拉开差距的因素。比如我提到奥特曼，你马上就能想到这是日本动画片，里面有赛罗、迪迦，他们打怪兽，这就是心理表征。下棋的小伙伴应该更有体会，高手能对棋盘走势配置更准确的预判，更快速的决策，而像我这样的新手就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它可以帮我们找出规律，制定计划、组织和解释信息。刻意练习能产生心理表征，又依赖心理表征，所以这些也是培养心理表征的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天赋，真的只是正确的练习。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效努力，而不是假性勤奋。通过上面3个步骤，你就可以摆脱假性勤奋，用更少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效果，做到真正的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毫不费力。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最近发现这个网络贷款真是个香饽饽，怪不得互联网巨头们都要过来分一杯羹。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不留神可能就被贷款了。逛淘宝推荐花呗支付，用京东买个菜推荐京东白条，上美团订个饭推荐美团月付，甚至使用搜狗输入法，也可能不小心点入借钱页面。电商、生活、出行工具等各类互联网大佬都盯紧了用户的钱包，想方设法的资助咱们这些穷人。但他们也不是做慈善，商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要不是这块蛋糕又大又好啃，他们才不会把钱放到穷人手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穷人的钱。为什么互联网大佬扎堆搞金融呢？还不是因为简单粗暴，来钱快，挣钱多嘛？你想啊，卖产品你要绞尽脑汁的控成本、搞营销、抢市场，到头来利润可能全搭进去了。而且现在很明显生产过剩，随便一个产品都能找几十甚至几百个不重样的，竞争这么大，市场又不好消化，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金融就不一样了，钱可以说是刚需中的刚需，而且没人会嫌自己钱多啊，先拿去用，到时候再还，省时省力，还没有竞争，大家都开心。你要是用他们的钱再去买他们的商品，那就一言为定，双击连门。所以互联网巨头热衷的 C 端流量变现方式中，金融是他们最想玩的。网络贷款有多赚钱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组数据。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为285亿元，贡献了蚂蚁集团近40%的营收。同期，京东金条和白条收入共计44.3亿元。360数科第3季度来自于信贷驱动服务的净营收达到人民币29.5亿元。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高达8841亿元。这些在咱们眼里只是个天文数字，但在大佬们眼里就是唾手可得的蛋糕，不咬一口才是傻子。于是搞电商的来了，做搜索的来了，玩游戏的来了，跑外卖的来了，就连做杀毒软件和输入法的都来了。大佬们的敏锐嗅觉真是不服不行。但用户也不傻啊，我干嘛非要借你的钱？又不是穷到买不起柴米油盐，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而且咱们用他们开发的 App 消费，就已经让他们赚了一波 W， 现在还想通过借贷提前收割我们将来挣的 W， 你说他们损不损？更损的是，他们在鼓吹借贷上采用的手段。现在的借贷广告除了无孔不入，内容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之前一期的视频里咱们提到过，有个农民工带母亲坐飞机，因为母亲身体不适，想让空姐开窗而被鄙视。一位好心大哥说，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很自然的拿过农民工的手机帮他借了15万。另外一条广告竟然还是原班人马出演，农民工饰演带母亲进城看病的儿子，因为宾馆太贵住不起，之前帮大家贷款升舱的好心大哥又一次帮他申请了15万，让他们住进了豪华套房。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一位男子去足浴店，因为点了便宜套餐被看不起，于是贷款点了698的套餐，成功起飞。一对情侣，男生见女方父亲被嫌穷，还被指了一条明路，去贷款可以借到20万。一位空姐向相亲对象朱若楠大喊：“你连360借条都不知道，我们不合适。”真不知道这些奇葩的剧本是什么样的脑子想出来的，各种金钱歧视，各种畸形消费观。要我说，他们不如把手伸进消费者口袋里抢更直接点。还有一些是包装成追求美好生活，表面上看没有毛病，仔细一想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生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职场新人用花呗添置新家具，工人为了给女儿足够的爱，借钱给女儿布置了一个豪华生日会。网友调侃，上一个讲父亲借钱给女儿过节的作品，还是反映封建压迫的白毛女。为了更好的抢占市场做大规模，各平台的借贷广告都是竭力宣传借钱有多好，却很少提到后续还贷的事情。如果还不上贷款，可能产生的高额费用、借款人信用受损，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贷款须知都被故意淡化了。比如京东金融的广告中只字不提贷款，而是用备用金淡化借钱概念。同时，网络贷款一般不会清晰告知用户具体利率。同样，在京东金融广告中强调万元日息最低1.9块，却不知道最高日息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享受最低日息。
实际上，在京东金条应用中借款时，利息可高达 0.075%，1万块钱一天的利息17.5块，年化高达 26%。21金融圈曾统计了19家市面上主要的消费金融公司，其中近80%的平台在官网或 App 宣传页面对于利率的披露展示的都是最低日利率。金融广告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指出，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不以日利率、日还款等于实际执行利率表达方式不一致的方式宣传贷款利息。这样看的话，目前很多网贷平台的信息宣传方面显然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借钱的门槛有多低，还不上钱的代价就有多沉重。2016年，整整10 G 装满女大学生照片的文件夹，将校园贷这颗毒瘤炸出水面。2017年，各种网络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户量迅速增长，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2019年，自然物晚会曝光714高炮，短周期砍头戏成了无数人饮鸩止渴的安慰剂。新浪 VR 发布一篇题为《2019年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全国的1.75亿90后中，只有 13.4% 的年轻人没有负债， 86.6% 的90后接触过信贷产品，负债率高达 41.75%。融360也曾公布数据，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数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名第一。表面的一片美好掩盖不了背后的一地鸡毛。年轻人一般经济实力较低，对金融知识也不了解，而且容易受超前消费、假精致等消费观影响。一旦开始借钱，又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撑，就会以贷养贷，洞越来越大。痛心的是，不乏年轻人因此而走向极端的。之前就报道过，山西一位21岁女孩从17楼窗台纵身一跃，其留下的遗物里密密麻麻地写着分期乐等网贷机构的账单，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其实年轻人群信贷消费的增长在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一些消费金融公司逆势发展，街头也涌现大量借贷广告，刺激日本人的消费欲望。然而日本社会自杀数据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快速上升，金融部门的数据显示，几大消费贷款公司客户占自杀人数的 25.5%。目前国内大量网络贷款平台借由互联网新兴产业快速扩张，经营管理粗放，同时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过互联网借贷的野蛮生长已经吸引到监管部门的注意。去年11月2日，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收紧了对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监管，给网络借贷的经营资格及放贷金额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比如网络小贷的注册资本需要实缴10个亿，对个人的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而且不能超过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1/3。这些才是消费者更愿意看到的。网络借贷的转型过程中，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引导正确消费观，才能让借贷双方在金融变现之路走得更长远。最后还是想说2点啊。第一，借贷并不是雪中送炭，它背后隐藏的风险更像是饮鸩止渴，所以能不用就不用，除非万不得已。第二，用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的人，其实是自我认同感低的表现。用物质上的金钱换取精神上的充实，或许才是更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